在这里娶老婆只需要3只鸟，新娘看到就会笑得合不拢嘴，心甘情愿跟你走。第一只鸟名叫鹤鸵，成年体重一般都在120斤以上。部落酋长的儿子马上就要结婚了，鹤鸵自然就成了结婚用的食材。但鹤鸵异常凶猛，强有力的爪子甚至可以踢穿铁板，因此也叫做杀人鸟。即使最勇敢的猎人也害怕它的爪子，因此狩猎鹤鸵都是团队合作。一切安排妥当，狩猎就开始了。很快就发现了一只幼小的鹤鸵，猎人们悄悄逼近。鹤鸵的警惕性很高，必须确保一击致命，否则就有可能被愤怒的鹤鸵反杀。此时鹤鸵并没有意识到危机，但猎人早已摆好投掷姿势，找准时机狠狠投出长矛。长矛精准地刺中了鹤鸵，但力量稍微差了点。鹤鸵一瘸一拐的逃命，竟然挣脱掉了长矛，猎人们紧追不舍，最后在草丛中解决了它。一只幼小的鹤鸵并不能提供充足的食物，好在回去的路上猎人还发现了一只成年鹤鸵，刚才射出的长矛已经让它受了重伤。根据树叶上的血迹，他们继续追踪，最终在一棵树下发现了体力不支的鹤鸵，轻轻松松被猎人拿下。这只成年鹤鸵重达120斤，足够整个部落吃上几天。婚礼食材算是解决了，接下来就要准备彩礼了。彩礼则需要一顶用天堂鸟羽毛制作的帽子。天堂鸟可遇不可求，因此能狩猎到这种鸟，就代表有过人的智慧。他们已经找了好多天都没有找到，现在只能靠身为酋长的父亲出手了。酋长制作了一根4叉箭头，有点类似我们的霰弹枪，近距离攻击威力很大，非常适合猎杀天堂鸟。接下来就要用声音把它吸引过来。酋长用笛子模仿雌性天堂鸟的叫声，很快就吸引来了一只雄性天堂鸟。酋长拿着弓箭悄悄靠近，弓箭的射程很短，必须要尽可能的靠近，机会只有一次，必须一击致命。好在他成功了，这下儿子的彩礼有着落了。回到家就开始用羽毛制作头饰，儿子看着漂亮的羽毛，心里也乐开了花，终于可以娶老婆了。准备妥当就可以出发迎亲了。来到地方，大家开始手舞足蹈，姑娘笑得花枝乱颤。最终儿子赢得了姑娘的芳心，两人牵手走进树林，迈进了婚姻的殿堂。这对鸽子竟然霸占了猫头鹰的家，甚至还在猫头鹰宝宝面前下了蛋。要知道，谷仓猫头鹰属于猛禽，可以轻轻松松杀死一只鸽子。这就好比老鼠在猫的地盘生孩子，等猫头鹰父母回来，一场大战在所难免。7只小猫头鹰吓得缩在角落，对着2个奇怪的家伙骂骂咧咧，愣了半天才反应过来，我是猛禽来着，还能被鸽子欺负了不成？老大第一个忍不了了，直接下嘴，接着就被鸽子教训了一顿。小家伙骂骂咧咧，有本事等我妈妈回来。来到晚上，猫头鹰爸爸叼着老鼠率先回到了家里，他也被吓懵了，这什么情况？他是万万没想到，现在猎物都这么主动了吗？公鸽子见此情形，直接丢下老婆孩子就跑了，一直都没再回来。母鸽子为了孩子，只能和猫头鹰殊死搏斗。猫头鹰属实没见过这情况，这还是鸽子吗？孩子们别急哈，我去叫你妈妈。很快猫头鹰妈妈回来了，也被这一幕吓到了。2位母亲互相打量着对方，气氛一度显得很尴尬。猫头鹰妈妈率先发动攻击，鸽子为母则刚，毫不示弱，不停地用翅膀反击。最怕空气突然安静，气氛再度陷入尴尬。不对啊，再怎么说这是我家啊，我去你的！接着2位母亲又大战了几个回合。看得出来，不管是动物还是人，女性打架的特点就是薅头发。鸽子明显落于下风，只能以防守为主，感觉随时都有生命危险。最后实在承受不住，只能先跑了。猫头鹰这边也不容乐观，一只瘦弱的鹰宝宝在战斗过程中被妈妈踩死了。随后几天，鸽子一直都没再出现。来到第20天，可以看到小猫头鹰也只剩下了4只强壮的。突然一对鸽子再次来到鸟巢，我们无法确认是不是之前那对鸽子，他们好像很满意这个地方，甚至还叼来了树枝，准备重新装修下。随后还下了2颗蛋。幼鸟们毕竟长大了很多，现在并不害怕鸽子，时不时对鸽子发起攻击。很快猫头鹰爸爸回来了，看到这一幕非常不解，他把这对鸽子当成了之前的鸽子，这事他比较熟啊。接着又飞出去找老婆来处理，毕竟老婆有经验嘛。小猫头鹰没有放弃，继续和鸽子缠斗。这时一只幼鸟咬住了鸽子，鸽子蛋被推到了一边，打斗过程中就被幼鸟踩碎了。鸽子伤心欲绝地离开了。接下来的11天内，在左上角的监控可以看到，母鸽子一直徘徊在巢穴外，久久不肯离去。又过了10多天，小猫头鹰逐渐长大，羽翼也变得丰满，已经开始练习飞行了。又过了几天，它们都离开了巢穴，开始了新的生活。巢穴终于空了出来。没过几天，一对鸽子再次进入巢穴，希望这次它们能顺利孵化出小鸽子吧。
这是监控拍到的惊险一幕，这只老鹰竟然想捕食人类。大叔在阳台晾被子，突然遭到了一只老鹰袭击，无缘无故挨了一脚。大叔的儿子听到动静，刚探出头，老鹰又狠狠扑了上来。外面明明没有他的身影，只要一打开窗户，瞬间呢就会飞到你面前发起攻击，根本反应不过来。而且呢，老鹰只攻击他们一家，有时呢还会悬停在空中，恶狠狠地盯着他们，好像有什么深仇大恨一样。工作人员决定安装摄像机，仔细观察。就在这时，被他踹一脚，就像被石头砸到一样，帽子上都留下了深深的脚印。大叔无法理解老鹰为什么偏偏只攻击他们一家。动物专家观察后表示，这只老鹰呢其实名叫红隼，一般呢不会主动袭击人类，猜测附近一定有它在意的东西。果不其然，在空调外机附近还真发现了异常。红隼看到这一幕，不顾一切地扑了过来。原来工作人员在空调附近发现了一窝小红隼，红隼妈妈这是把他们一家当成了潜在威胁，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保护孩子。就在这时，又出现了另一只红隼，这应该是幼鸟的父亲。夫妻俩分工明确，爸爸负责出门找吃的，妈妈呢则负责小家伙们的安全。小红隼胃口很大，每次抓来的食物都不够吃，爸爸只能不停地出门找食物。专家观察片刻后，又发现了新的问题。小红隼已经到了练习飞行的时候，却迟迟没有离巢，应该就是由于食物短缺，导致小红隼长得比较慢。为了让他们早点回归自然，大叔呢决定帮一帮红隼，暂时呢就不在阳台晾衣服了，给红隼营造一个安心的环境。接着呢还给他们提供了充足的食物。红隼妈妈看到小老鼠，激动到不行，天上掉馅饼儿的属于，上去就抓了一个，果然一运傻3年，抓到半空竟然被小老鼠挣脱了，还好凭借高超技巧在空中再次抓了回来。最后呢希望小红隼能赶快长大，早点学会飞行，回归自然。他仅靠一根绳子制服了300斤的野猪，就为了得到野猪的尾巴。据说有人靠着野猪的尾巴成了百万富翁。接下来呢，看看猎人是如何降服野猪的，手法奇特又刺激。这头野猪已经中了陷阱，一只脚被牢牢绑住，周围呢还被他挖了个大坑，连树根都咬断了很多。可以看出野猪的攻击性还在，而且呢套索磨损得很严重，野猪随时都有可能挣脱。安全起见，首先呢就要套住野猪的嘴巴。猎人拿着套索慢慢靠近，野猪受到威胁拼命反抗，套索刚碰到嘴巴就被顶飞了。野猪呢非常聪明，死活就是不让套索靠近自己。再次尝试呢也没有成功，但猎人更有耐心，调整一下套索大小，换个角度继续尝试，一下就套中了他的那个上巴。野猪呢不断挣扎，越挣扎反而套得越紧。猎人把套索一头系在树上，这样呢野猪就不能大范围活动了，趁它不能移动，要赶紧把整个嘴巴绑起来。看到猎人越靠越近，野猪全身毛发直立，露出了尖锐的獠牙，一直处在攻击状态。为了安全，猎人呢决定从后面入手，先绑住他的2条后腿。日本当地野猪泛滥成灾，给农业造成了严重损失。为了解决这个问题，政府呢鼓励当地民众捕猎野猪，进而衍生出了赏猪猎人这个职业。每捕杀一头成年野猪，就能得到1.6万日元的报酬，把尾巴交给相关部门，就可以领取奖金。终于绑好了后腿，现在呢野猪更加动弹不得，只能任由猎人处置。猎人用胶带对着眼睛缠了几圈，这样野猪就啥都看不见了。顺便呢再用胶带把嘴巴也缠起来，这下野猪就没有任何攻击性了。接着呢再把前后腿都绑在一起，就大功告成了。猎人摸了摸野猪的肚子，肉还挺结实的，非常适合进行无公害处理，让它们回归自然。但大家千万不要模仿，不然很可能感染寄生虫，轻则住院，重则开席。发情期的公象到底有多可怕？这只公象呢因为求爱失败，恼羞成怒，把一只落单的小象当成了出气筒，抡起小象重重摔在地上。小象呢才出生几天而已，经过这一摔都没能站起来。大象呢还想着一脚踩下去，之所以这样做，就是为了再次吸引母象的注意，但周围的母象好像都看不上它，它只能对着小象继续发泄怒火。不过还好，小象的妈妈终于赶了过来，由于体型差距过大，它也无法阻止公象施暴，无奈之下只能假装向公象示好，把公象引到了一边。小象呢暂时脱离了危险，待在原地不知所措。但很快公象再次回来，好像遭到了母象的拒绝，瞬间明白这是调虎离山之计，被欺骗的他更是怒火中烧，转而呢继续对小象施暴。专家表示，发情期的公象如果一直找不到合适的伴侣，他们呢甚至会把犀牛当成伴侣，因此呢导致了许多犀牛被大象攻击而死。族群里的其他母象也看不下去了，围上来制止公象。公象呢并没有理会，再次把小象重重摔在地上。这时呢远处恰好跑来一只母象，公象不顾一切地追了上去，小象呢终于得救了。这就是发生在南非国家公园内的真实一幕。